我需要去换，也换的非常严重。怎么看呢？也是已经发生的当中，目前的上影线压力应该是在6.6.20啊。今天呢，如果说我们关掉，它这里面需要保留产压，也就是说这压力不能跑掉，压力应该会在2公斤到3公斤左右。厂商要求是30分钟不能更最后的，我们的最低要求是40分钟。但是呢，我等一下一关掉，你马上会看到它马上上来。这个问题呢是应该是需要记录的，可能在30分钟。好，我现在把引擎关掉了，过来看，压力马上变低了。所以说你的吸压机是严重的漏油。我们现在来看看蓄压器更换之后它的产压的状况。目前压力大概在7公斤左右。大哥去把它关掉引擎。OK， 关掉引擎之后呢，压力回到了大概在3公斤左右，它会慢慢降，大概在3公斤左右就停下来了，不会像蓄压器漏油直接马上归零了。它这个太严重了。而且它这个产压还保留住，这产压还保留住。厂方要求是30分钟之内压力不能跑掉，不能漏掉。大哥的标准至少要15分钟，所以这个就蓄压器所造成好坏所造成的区别。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彰化来的米黄色非常漂亮的 W123的2301的分油盘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在机台上面看到它在整修前，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大概是在125，那每一缸都很平均。其实这个是一般分油盘堵塞所碰到最常见的现象大概都落在120左右，120、125左右跟170 ml 的标准出油量在大哥机台上面大概都少了45 ml， 那这会造成启动困难稀薄燃烧，引擎很容易高温车子没力，爬坡更明显再加上它这颗分油这部测试它的蓄压器漏油了相当严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哥在还没有整修还没有更换蓄压器之前它的这个产压这个产压泄漏的状况。那目前经过大哥已经过了一整夜今天早上第一次发车，你看它产压还在2.5公斤左右。那它还没有更换之前呢，产压1秒钟就不见了大哥回去关电门的回来再来看，大概2秒钟，它产压已经变成0了。那这个又更加造成这个原车主他在夏天引擎熄火10分钟以后更难发动，因为第一个产压不足，第二个分油盘供油不足所以引擎分油盘热了以后，油根本吸不进去，要打了好几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这部车子的4只喷油嘴大哥全部都换新了，因为这个喷油嘴的确连整修连清洗都清洗不出来再来我们看到它的火星塞，原来的火星塞是黑的，
那为什么会供油不足，又火星塞又是黑的呢？因为供油不足，那车子难发动，所以说必须要把 CO 这个 CO 把它调浓，才能够让它帮助它发动。结果 CO 调浓又造成火星塞太黑，那跑的时候又供油不足，也就是说在怠速的时候 CO 值油气过多，跑的时候呢油气又不足，这个就是分油盘堵塞所造成普遍会发生的错误。那这部车子的加热阀大概已经整修完成了这加热阀是作为冷车油气降浓的工具。OK， 所以它冷车的时候启动都没有问题，马上一发动，马上车子就可以离开，赶着上班了，根本不需要等1-2分钟，等车子热才能够吹得到油。那它的这个是2301 W232301的怠速的转速调整目前它维持是运作正常，但是这部车子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边地方有个插头，这个是冷车提速那这部车 W23的2301的冷车提速几乎都是故障的，这部车也是一样，它冷车根本没有提速。照理说我们冷车一发动的时候呢，第一个油气一定要加浓透过加热阀，第二个一定要提速，帮助引擎温度快速达到工作温度60度到80度。那它没有工作但是没有工作，如果说我们整个供油量正常的话是 OK 的，只是说它一发动的时候，照理说转速，比如说在800转怠速标准，那它应该在900到1000，结果它没有，一发动呢就是800。那因为一发动引擎冷，转速温度工作温度没有达到转速提不上来，所以会感觉到有气无力。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冷车没有提速所造成的，这个是所有 W23的2301普遍发生的现象。那今天要克服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要换下面的这个热膨胀阀，也就是说，其实它不是靠自然水温，它是靠加热这个是小问题。分电盘大哥整修过之后，它分电盘状况是不错的分电呢，整个火花的大小经过量规检测也是 OK。缸压这部车我必须要提到了特别严重的问题，它的缸压都在12，四缸都在12。那原车主可能用加92汽油，所以说它是有爆震的现象，而且非常的明显，引擎热的时候更明显。等一下我们引擎发动的时候，可能马上不会察觉，但是的引擎温度一上来到80度以后，刚起步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它的气门摇臂撞击打击的声音，就爆震的声音非常明显。那一度让大哥认为说，它的引擎角是故障的，是不好的。其实它的引擎角据车主讲过，他引擎角刚换新，而且他保养厂老板跟他讲他是原厂的。那大哥看下来，引擎角它并没有沉下沉，也就是说引擎角并没有被压扁但是大哥发现它的缺点就是说太软摇晃太厉害。那摇晃太厉害，其实是因为在短速，我们在点放的时候，我们的瞬间加速的时候，这个引擎因为扭力的关系，它会左右摇晃，因为我们是重置引擎会左右摇晃。那因为它的引擎角偏软所以说那因为它造成爆震，所以启动的瞬间踩油门的瞬间，它摇晃是比较厉害的。那其实这个是因为它爆震所造成的。那它引擎角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让大哥误认为说它引擎角有问题，是用到太软的引擎角。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引擎角的问题，是缸压所造成的。缸压过高，积碳过高，打每缸都12。所以记得这车主一定要加985000汽油这个非常重要的，否则这个会伤害引擎。那它的蓄压器大哥刚刚讲过，
它蓄压器大哥已经换掉了，造成它热车停车10分钟以后发动困难。那它的汽油帮浦虽然看起来很旧，汽油滤芯也看起来很旧，但是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的回流量汽油从这里进来，从这里流回去，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表，它的回流量1分钟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它是达到标准的。所以汽油帮浦大哥没有更换汽油滤芯，因为整体要拆装，稍微麻烦，所以因为汽油帮浦没有换，汽油滤芯大哥就不换了，只换蓄压器。那再来这部车子给大哥的行车的感觉。第一个，它避震器太软了避震器应该更换。4支避震器，如果这部车要长期持有，4支避震器一定要更换。大哥建议用贝斯登的黑桶，就不要用 Bogi 或 Sachs 的，太软了。贝斯登的黑桶，4支避震器一定要换。然后变速箱的撞击稍微严重了一点撞击稍微严重一点，那这个是没办法克服的。那再来就是它的，因为在行车的时候呢，感觉上就是它的应该爆震它不晓得车主是加92吧，因为相当严重的，这个记得一定要改成98。那再来水温还好，水温状况还好我们现在来到车内来，我们来做一次发动。不过这部车有个优点它的中控锁它还是用原来车子设计的它的除气囊的方式其实中控锁都还正常，这是非常难得。OK， 来大哥来做一个发动因为它快没油了。现在我们看到温度是40度在开冷气状态这是大哥第一次发动来做。大哥试车是如果标准是不踩油门的大哥来已经发动我们看到它高因它冷车没有提速，它转速很低，车子有点摇晃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油门我们刚发动，瞬间踩油门，车子就可以转速就可以提得上来，这是因为加热阀工作正常，它有冷车油气加浓，但是冷车并没有提速，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转速稍微低了一点，但是转速如果调到现在转速应该可能只有600多700而已。我们来入倒档，踩刹车。转速温度这么低，也没有提速，还正常的，转速还 OK。就是它的爆震比较严重一点大哥来看，打 N 档、低档，所以说这个变速箱状况不是很理想给大哥的感觉，第一个会踢屁股，第二个它的转速这个clutch 脱离的状况不是很优秀。大哥踩 P 档，这个时候就有感觉了，在刚踩油门的时候会震得厉害，会吭这个状况，但是呢，热车会更明显。刚踩油门的时候左右会晃得很厉害。但是因为在温度低，还没听到爆震的声音、敲缸的声音，只是说在解放的时候，它左右会摇得很厉害，因为它爆震，缸压已经达到爆震的临界值。OK， 我们到外面来。我们看，小数点右下角小数点2.2代表它回流量2.2公升，已经达到2公升的标准。因为这个年代的车子230E它本身并没有并没有怠速马达，所以说它的转速开冷气转速会降下来的，是会往下掉。
我就提醒车主记得回去之后一定要加98的汽油啊，因为95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它的爆震缸压的过高低碳所造成的现象。这个车主是一位年轻人，对老经典的东西非常的喜好，老的蓝美达摩托车，还有一部Volvo 的老车，他都因为这个年轻人是非常有理想的，那我们希望这个车是非常有理想的，那我们希望说他这部车回去之后能够好好的爱惜它，记得98无铅汽油很重要。我们来看看，转得很厉害，我看到哈，摇得很厉害，我看你换个角度。就是这个，所以大哥一直误认为它引擎角不好，其实它没有杂音呢，不是引擎角的关系，是因为爆震所造成的。引擎角稍微软了一点，就是这样的问题。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